秦晨，给你。哎，这家伙怎么来了？该不会是来参加炼药师考核的吧？谢谢啊。大哥，秦晨可是连学徒令牌都没有，他凭什么参加考核？这小子又想搞什么花样？有事吗？我们来参加炼药师考核。把学徒令牌给我。哦。你的呢？我没有学徒令牌。没有学徒令牌，那还来参加什么炼药师考核？学徒令牌？去，赶紧一边去！连学徒令牌都没有，还参加考核？好大的威风啊！哎，秦晨，炼药师考核可不是儿戏，还是按照规定来吧。谁说没有学徒令牌就不能参加炼药师考核的？这还需要规定吗？根据五域丹塔规定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炼药师考核。炼药学徒不过是各地丹阁私下定的罢了，丹塔根本就没有承认。怎么？难道你还能代表大陆至高的丹塔不成？哟，你小子居然还知道丹塔？不过丹塔是丹塔，在这里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走，再不走，我叫人把你们赶出去了。啊，我说，怎么回事？陈木药师，一品炼药师，里面马上就要开始炼药师考核了，你们在外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陈木药师，这个人没有学徒令牌，却非要参加考核，你说他这不是捣乱吗？年轻人，做事不要好高骛远。炼药师考核之前，必须先成为炼药学徒。丹塔规定，所有人都有资格成为炼药师。我看您也是一名一品炼药师，难道连丹塔的宗旨都不懂吗？你放肆！竟敢这么跟陈木药师说话！陈木药师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将这小子赶出去。慢着，丹塔的确有这样一条规矩，但丹塔同样规定，任何人不得亵渎炼药师这个职业。你不是炼药学徒，没关系，但若你连第一关都过不了，那可是重罪啊！你确定要参加？那是自然。那好，王管事，给他报名。哎，拿着，这是你的身份凭证，从那边进就可以了。哼，大哥，这陈木药师怎么会答应让这小子参加考核？我怎么知道？自讨苦吃，这过不了多久啊，肯定会被灰溜溜的赶出来的。哎，陈少，那个人啊叫王安，考了有几十年了，特执着，也算是咱们天心学院的一个名人了吧？能如此坚持，而且有毅力的人，必定不是普通的人。秦晨，你真的有把握？哎呦，连个高级学徒都不是，来这丢人现眼的。各位，大家都是来参加考核的，何必如此针锋相对呢？臭老头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陈少，别理他们。臭老头，让你多嘴！都给我安静！
本次炼药师考核共分3轮，第1轮笔试，第2轮随机考核炼药10项操作中的1项，第3轮是真正的炼药师考核。现在开始进行第1轮考核。请写出分药的13种基本手法，以及每种手法的优缺点。破罗叶的生长习性和药性，它在丹药炼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，并写下3种需要用到破罗叶的丹药，请描述火石矿在炼丹中的作用。陈兄啊，这一次考核的试题出的难度极高，我看这些学徒中啊，很多人要败兴而归了。算他们运气不好，这题是流光大师所出，也不知道这些人里有几个能通过笔试。几位丹阁执事里，流光大师最为严格。我粗略地看了一下，他出的题目极为刁钻，就算是你我作答，一不小心也会掉入圈套。更何况这些新来的学徒了，就看他们运气了。哎，陈兄，那不是你刚刚训斥的那小子吗？就是这小子，你看他在做什么？竟然随意的乱写，真该将他驱逐出去，严厉惩罚。我看不会吧？就算此子写得快了些，也不会故意乱写捣乱吧？这题是流光大师所出，他连个炼药学徒都不是的小子，怎能对答自如？我看倒也是。可惜丹阁有规矩，不能剥夺他的考核资格，要不然早将他赶出去了。我一个字都想不出来。秦晨这个家伙，他怎么一个笔都没听过？哼，那秦晨从未上过炼药课，他能懂什么？怕不是在胡乱写罢了。哼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只剩最后2道大题了。如果你是一名1品炼药师，同时也是一名地级巅峰武者，在妖祖山脉中寻找药材，忽然前方传来一阵清香，令你浑身毛孔舒张，陶醉万分。排解都发现前方100米的一片灌木丛中，长着一株100年龙涎香，而在你的感知中，方圆数里之内没有一头妖兽，你该怎么做？接下来这道题好像更有意思。你是一名1品炼药师，在妖祖山脉中历练的时候，被白刃毒株伤到了手臂，毒素让你的手臂很快就失去知觉，而且以惊人的速度朝着你的心脏蔓延。而这个时候你身上又没有解药，最近的城市也在千里之外，该怎么做？确实有意思，这出题人不错呀。这2道题虽然看似很简单，但其实暗藏着很多陷阱。比如这第1题，龙涎香是3阶灵药，任何一名炼药师肯定都很想得到的。聪明的学员可能会写什么先观察一下四周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等等。但其实啊，这些都不对。龙涎香是3阶妖兽幻罗兽最喜欢的灵药，它和幻罗兽几乎是半生存在。100年龙涎香的香味只能传递50米左右，一旦闻到清香，就说明你已经处于幻罗兽的幻境之中。此时必须立刻服用破幻丹，然后转身就跑。至于这第2题，
也很有意思。白刃毒株拥有强烈的毒素，一旦被白刃毒株的毒素入侵身体，如果不在极短的时间内解除的话，哼，必死无疑。这道题考核的是炼药师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。毕竟，一名优秀的炼药师难免都会进入到森林或者去到野外，必须胆大心细啊。大功告成。哼，小子，谁让你站起来的？扰乱考核纪律，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？我已经答完了。答完了？这才不到一半的时间。你出去吧。什么时候开始第2轮考核？交完卷，我们自会批阅。你通过了考核，会通知你的。哎呀！这小子简直太嚣张了！如果让我抓住了他胡乱答题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陈兄，何必跟一个小孩子置气？来，让我现在就看一下他的卷子，好让他死明白。我看直接扔到垃圾桶得了。这才过去半个时辰，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哼，就知道他没通过考核。不过就算没写出来，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自暴自弃吧？有什么好看？那小子难道还能写出花来不成？陈兄，你快过来看！啊！第1题答对了，第2题也对，这怎么可能？莫非他刚才作弊了？若他作弊，以你我的感知会发现不了。看看后面的答案，基础题全对。这50道题基本上包含了炼药学的方方面面，即便是你我稍有疏忽，也不可能全部答对。这小子他居然做到了。看看后面流光大师出的题，前面都是一些基础知识，只要死记硬背便可以答得出来。后面的综合题则不同，如果没有丰富的炼药学经验，是肯定答不出来的。百年龙涎香，往往与3阶幻罗兽伴生存在，它的香味只能蔓延50米。闻到了100米外的龙涎香香味，说明已经被幻境迷惑，必须拿破幻丹服用，并撤离幻罗兽的幻境范围。这和标准答案是一模一样啊！不对，下面还有，在离开幻境范围后，立刻在附近寻找一种3片紫叶的草药，含在嘴里，可以抵御幻觉的冲击。
在有充足的时间找到龙涎香后安然离去。这后面的答案不在流光大师的标准答案中啊。这3片紫叶的草药，莫非就是3叶紫阳草？它的确可以解除轻微的幻觉，且和龙涎香相距极近，但是除幻的效果甚至不如破幻丹，也不能抵御幻罗兽的精神冲击。再次往返，这岂不是找死啊？明明已经答对了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真是画蛇添足。来，我们再来看看下边的白刃毒株这题。在中了毒素后，第一时间撤离，并在附近寻找蛛网草，将其捣碎，并和冰刃上的毒株血液混合，敷在伤口之上。若无法获取，可在附近采摘叶树的嫩叶代替。待找到毒株的洞穴之后，将其击杀，然后取出毒株妖核，碾碎吞服。这道题他又答错了，正确答案应该是封住痰中、鸠尾、心诀3穴，同时找到蛛网草吞服而下，延缓毒素的蔓延速度。如此，城池远在万里之外也可以治疗。这小子完全搞错了方向，死记硬背，答对了前面的基础题。轮到真才实学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不过是纸上谈兵。唉，不过如此而已呀。考试结束，考生退场。经过欧阳导师和陈木大师的批改，成绩已出，现行公布。魏震，啊，是我，大哥，我就说我在炼药一途上很有天赋的嘛。安静。魏真，多谢。赵灵山，李清风，王启明，王安。老天开眼，让老朽通过了笔试啊！哎，这个王安30多岁才成为炼药学徒，这30年来每年都要参加数次炼药师考核，总计不下上百次了吧？可始终没有成为一名炼药师。你们几个通过考核的，收拾收拾，跟我进来吧。且慢，为何我不在名单之中？没你名字，便是没有通过考核。我不可能没通过笔试。不可能，秦晨，你以为你谁呀？哼！好了，没你名字便是没有通过考核。你若再阻碍考核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秦晨，你以为炼药师的考核是那么容易的吗？可笑！哼！那我们先进去了。3位大师，谁是秦晨？我便是。你是秦晨？流光大师，是陈木药师给他报的名，没有惹怒到您吧？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！好，很好。看来我大玄国丹阁未来有望了。好，你们7人随我一同进去，参加第2轮考核。各位请。这上藏得好深啊！
哎，秦晨，不，他都能考上，是啊，我怎么又没通过啊？阁主大人，属下刘光。今日考核一名新进的炼药师，他说想要见您一面，跟丹阁谈一桩生意，必须要阁主亲自定夺。阁主大人，一个新进的炼药师能有什么生意和我谈？刘光，你也是阁里的老人了，怎么连这点小事也要来打扰我？此人非同一般，属下思量再三，阁主还是见一下的好。哦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此人怎么个不一般？啊，新晋炼药师是一名18、19岁的少年。嗯，18、19岁的少年，这倒是挺稀奇的。此人在第1轮笔试考核中得了满分，第2轮的控火考核施展出了9焰宝塔法，第3轮炼制考核更是直接炼制出了12枚特等1品真元丹。有意思，我突然又不忙了。既然他想找我谈笔生意，那就走吧。我倒想看看，这样的天才究竟长什么样。是个女人。拜见阁主。你就是那个非要见我的新晋炼药师？清晨，这便是我们丹阁的阁主萧雅，还不快快行礼？那前尘拜见萧雅阁主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想不到阁下小小年纪，便已是1品炼药师。听说你要和我丹阁做笔生意，不知什么样的生意，非要本阁主亲自出马？阁主大人莫急啊，不如让流光大师将我方才炼制的1品真元丹拿来，让阁主品鉴一下。那好，我就看看公子炼制的丹药，是否真如流光所言那般厉害。特等丹药，大道自然，报手无缺。阁主大人，不妨品鉴一下此药的功效。真元丹而已，有什么不同吗？阁主，您怎么了？不会是这丹药有什么问题吧？秦晨，你到底对阁主做了什么？我没事。阁主应该感觉到了吧？
你是如何做到的？我只是将炼制的手法进行了一番改良，药材的配比也进行了一番优化。改变炼制手法，就能将这药力提升1倍？什么？这同样的材料，药力却提升了1倍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们也品尝一下。是。怎么会有药力如此浓郁的真元丹？1枚的功效抵得上普通的2枚不止，吸收的速度远超普通真元丹。这种丹药若能在市面上流通，足以颠覆整个大玄国的丹药市场了。清晨，你难道真的打算将这种丹药交给我们丹阁运营？啊？说说你的想法吧。所有的药材和炼制成本全由丹阁负责，我要利润的50%。不提供药材，不参与炼制，还要分50%利润，你这哪里是合作嘛？分明是抢劫呀！真元丹本身就是薄利，我丹阁既出材料又出人力，还要分你50%的利润，着实是有些过了。你这丹药虽好，可我丹阁却未必有多少利润。谁说我要交易的只是这1品真元丹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这儿有一张2品真元丹的上古丹方，不知道阁主有没有兴趣？你说什么？这是丹方，阁主可以看一下。阁主，这丹方是真的吗？如果这个丹方是真的，那咱们丹阁可就发达了。十有90是真的，这丹药真有他所说的那般功效。一旦投入生产，不但我们大玄国，甚至整个西北5国的真元丹市场都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。什么？不知萧雅阁主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如果实在是不满意的话，就不浪费彼此时间了。且慢，若你手上的丹方真如你说的那么厉害，我可以做出。只不过，这分成比例……据我所知，大玄国的所有丹药市场，目前都掌握在丹阁手中了。我觉得，聚宝楼应该非常想掺和进来分一杯羹。阁主应该非常清楚这个情况吧？55分成对丹阁来说，利润也十分可观。想不到阁下小小年纪，竟对这丹药市场如此了解。好，我答应了。阁主果然是明白人。阁下就不怕我丹阁拿了这丹方反悔？区区2品丹药而已，又不是什么宝贝。想必阁主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？这可是能够颠覆西北5国真元丹市场的丹方，还不算宝贝啊！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。我丹阁做事，向来说1是1，说2是2。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此次合作除了这枚丹方以外，还希望阁主能帮我炼制几枚丹药。
这是所需的药材。这单子上都是一些市场上较为稀少的药材，且数量不在少数，很难找到。你什么时候要？10天左右吧。等药材集齐了，派人通知我便可。陈木在，欧阳城在，马上将这单方上的药材准备齐全，送到我的炼制室。是。刘光，你去查一下这秦晨的来历。是。